在 iPhone 的隐私设置当中有一个选项叫做健身跟踪，它是干嘛的？我到底要打开好还是关闭好呢？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第6季隐私、运动与健身。和往常一些比较简单的话题一样，我们还是先带领大家看一看手机真正的设置界面啊，它展示给各位的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把这台 iPhone 呢已经打开到了这个位置啊，在设置、隐私与安全性里面，上下滑动找到运动与健身。打开之后呢，这个里面其实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啊。第一个按钮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就是健身跟踪的开关。它下面有一行小字啊，建议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啊。那我会念给各位，它写的是：运动与健身跟踪可将数据存储在设备上，以用于估算你的身体活动、行动能力、步数统计、已爬楼层数等。那下面呢就是一个健康 App 的开关，但是其实在我的主力机型当中呢，我神奇的发现还有一个 DJI Fly 的开关那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就去推测说，下面的这些开关的数量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手机当中所安装的第三方 App 的多少，以及也不能只说多少了，就是说你有没有安装一些他想要访问你的健身跟踪里面的数据的 App， 那都会出现在下面。但是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的 iPhone 用户，可能是应该是100%的 iPhone 用户，都会已经把健康的这个 App 内置在放在这个地方了，而且它默认这2个开关肯定也都是开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健康 App 它虽然是一个 iPhone 的内置 App， 但是它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第三方 App。比如说你在没有 Apple Watch 的情况下， iPhone 本身也是可以记录像什么已爬的楼层啊，还有你今天走了多少步数啊，这些简单的身体活动信息它也可以记录的。那这样的记录你总归要有一个 App 去读取、去展示给用户吧。如果说我的 iPhone 的操作系统层面和硬件配合，我已经硬件记录了这些信息，然后操作系统也有相应的接口能把它读取出来了，那然后呢，如果你什么 App 都没有的话，用户看不到啊，是吧？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数据，不要说拿这些数据去用它来干什么了，就是他连看都看不到。所以我们总要有一个界面去展示这些数据吧。那这个原生的这个展示健康数据的界面就是 iPhone 内置的健康 App， 所以应该理论上来讲，你去删除健康 App 的时候，它也会提示你这是一个系统 App， 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它其实从2个角度来讲都对，它既是系统 App， 但是它承担的那个作用呢，你也可以说它是第三方 App。它也是读取这个系统赋予的一些数据，把它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示出来而已。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一次 iPhone 的系统更新，健康 App 的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更新。今天这个功能在这儿，明天那个功能在那儿，是吧？那图表的展示方式也可能发生变化，也会随着版本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是数据本身没有变，都是那些。这个就是健康 App 和 iPhone 本身的健身数据传感器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当然，这个里面 iPhone 设计在这儿更多的用意，我相信应该也是帮助 iPhone 用户去判断哪些真正的第三方 App， 也就是除了 Apple 以外的其他公司、软件公司生产的一些 App， 它想要去访问你的这些健身数据的。那在没有 Apple Watch 的情况下，你的 iPhone 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些关于你身体的活动信息记录在手机当中的。那如果有一些第三方 App 想要去访问，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并且可以把它直接关闭。那当然也可以打开，你也可以一会儿关一会儿开，都可以的。这个权限全部交给 iPhone 的用户。那我们再举一个恶意揣测的例子，比如说你下载了一个计算器的 App， 然后你发现这款 App 竟然出现了在你的运动与健身的里面，那你就知道其实它表面上是一个计算器，其实它的后台是想更多的获取你的一些健身信息，可能要去判断我如果有一个减肥的产品广告，我要不要推给你啊
这是我的恶意猜测啊，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到这个隐私菜单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漏网之鱼。那这个所谓的漏网之鱼就是你不想让他访问的，他偷偷的打开了，你可以在这里再次的把它关掉。那说到这儿呢，其实运动与健身的隐私啊，已经跟大家讲的也差不多了。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如果还有更多想聊的，可以在视频下方去留言。那剩下的时间呢，想再跟大家聊一个与此相关的与运动健身的话题，就是步行稳定性分析。这个其实我印象当中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一嘴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跟上期的蓝牙一样，也是借由隐私把它提出来跟大家再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步行稳定性分析这个功能它只能在 iPhone 上进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iPhone 的功能，它不是一个 Apple Watch 的功能。我们这个就是一般来理解啊，我购买了 Apple Watch，Apple Watch 理应是一个主打健康的产品，所以有了 Apple Watch 之后，我可以说你的 iPhone 的健康 App 就像获得了重生一样的。原来那点零零星星的一些健身数据，现在变得丰富多彩了啊，对你有了非常大的指导意义。不管从你的吃饭、睡觉、健身，到普通的活动，都涵盖在这个里面了。但是如果你没有 Apple Watch 的话，或者说你已经有了 Apple Watch， 那我们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完全覆盖 iPhone 的健康功能，包括步数？你就记录步数这件事情 ，Apple Watch 想来也会比 iPhone 更准确一些嘛。但是除了一个功能，就是步行稳定性。我们首先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什么是步行稳定性啊。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上网搜索。但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可能上网搜索到东西不多，还不如在微信内部搜索呢。你如果用 Google 搜的话呢，可能英文的文献更多一点。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如果想去自己更多的延伸阅读，你可以去打开你 iPhone 的健康 App， 然后找到步行稳定性这一个栏目，它下面会有相应的文章，而且非常详尽的给你去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重要。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所以各位如果家里有老年人，或者您自己已经是老年人的话，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各位，如果你自己是老年人，你应该经常的你应该把步行稳定性这个功能放到你的健康摘要当中，然后经常的去看一看你近期的步行稳定性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大幅度的变化。如果是家里有老年人的话，建议你在征得家长老年人的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是父母的话，对吧？征得他们允许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自己 iPhone 当中的起码是步行稳定性这一个条目去共享给你。这样的话，你跟他两方面可以同时关注老人的步行稳定性变化。而且 iPhone 更加智能的是，分享给你之后，你不用一直去关注它，包括老人本身也是啊，其实你也不用一直去关注它，但是你要把健康 App 的通知给打开，因为一旦健康 App 发现你最近的步行稳定性有变化了，它会给你主动发通知的。如果是老人分享给子女，子女的手机上也能够收到这个步行稳定性变化的通知。那为什么说老年人的步行稳定性特别重要呢？我相信但凡了解过养老啊、老年人的这个几个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啊，大家都不难会知道，可能第一个大概率上第一个进入眼帘的就是步行稳定性，说白了就是老人的摔跤问题。那我们大白话也经常听到过，很多老人其实挺健康的，对吧？就是受不了摔跤，一摔跤好了，这个老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一跤啊，可能就爬不起来了，不一定能爬得起来了。所以我不是说国外有一些产品就是老年人防摔背心儿，它这个背心呢内置一个高强度的重力感应，它一旦发现老年人摔倒了，这个背心就像安全气囊一样自动充气，把老年人给垫起来啊。这个是我早年看到的一个报道。但是 iPhone 呢，它是防患于未然，那也就是说老年人他容易摔跤其实是有一些先兆的，这些先兆其实就体现在他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他的步行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走得稳。因为容易摔跤这件事情其实跟腿部的肌肉啊各方面骨骼的协调性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摔跤？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肌肉各方面的比如说衰老啊，或者是退化呀等等造成的你的
走路越来越不稳，而这种不稳的变化，这种由稳到不稳的这个变化，它是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的微弱，很难通过人的眼睛去观察到，也很难自己感觉到的。但是 iPhone 内置了这个功能之后，只要你把 iPhone 揣到兜里面去走过一段时间， iPhone 就会去记录你的步行稳定性数据，并且给你一个详细的报告，你是在安全区还是在危险区，还是在非常需要注意的那个区域。那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步入到老年啊，那你一直用 iPhone 的话，那么就会常年的记录你这个数据，它就会知道你的步行稳定性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一旦发生了变化，你马上就会收到通知，这个时候提早进行一些锻炼，去干预。如果你前面按照我说的那样去打开了 iPhone 的健康 App， 找到了步行稳定性，把那个文章打开，你会获得一个大礼包的。那个里面是免费的，把 Apple Fitness Plus 这个仅在少数国家需要付费开放的健身 App， 这个健身服务拿出了一部分。你还可以把它下载成一个完整的 PDF 啊！我就是把这个打印出来给我父母，但是他们肯定也没有照着做，我觉得。但是我能做的我做到了啊！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指导去训练你的腿部肌肉，然后训练按照他的指导的强度还有他的这个计划去训练了之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步行稳定性的这个条目上面去看到你的训练有没有效果。因为如果你训练有效果的话，你的步行稳定性又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准嘛。如果你训练没效果的话，你再去问医生或者再去怎么样。所以你看 iPhone 其实它作为一个大家日常离不开的体外器官，它是用这样独特的方式。那个防摔背心是亡羊补牢，我们说那个 iPhone 的这个是未雨绸缪，那两个都重要，但是这个未雨绸缪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比那个亡羊补牢要困难得多，因为它重要且不紧急，关键它不紧急，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无从去得知我们家老人什么时候走路不稳了。但是自从有了 iPhone 以后，你会发现我非常简单的，只要你 iPhone 在身上，每天带着它去走，这个肯定会有的嘛。你出去都不带手机的嘛，是吧？你只要带手机，那肯定会有的。那么就可以去记录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但是 Apple 公司完全没有一丢丢的宣传，完全没有宣传啊。那但是我问过的，包括我经历过的我的顾客啊，还有甚至是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问过的人里面，几乎100%是不知道这个功能，而且也没有在用这个功能的。所以其实这个如果你之前也不知道，也没有用过这个步行稳定性的功能，我觉得今天你应该是捡到了一个宝藏啊，可以考虑给我超级感谢和打赏了，是吧？打赏也行啊，加入会员也行啊。之前我们我收到了一个这个$2的打赏，但其实你如果是这个段位的打赏是吧？你可以有2个选择，一个是你干脆就一次的打赏也可以啊，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最低级的赏口饭吃的会员。那加入这个会员的好处，你花的钱是一样的嘛，都是一两块钱这个样子，对吧？但是呢，你加入会员可以拥有至少1个月的是吧？如果你取消的话，你至少有1个月的这个留言优先回复啊，然后那个互动的时候有这个会员标志这个功能嘛，可以有这个功能的，对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更愿意大家打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除非你是连续订阅会员，对吧？但是如果你只是1个月的话，会员费应该 YouTube 是有抽成的，但是这个打赏我没认真阅读过他那个条目，但我觉得打赏应该是都给我的吧？你打赏也会抽吗？这个有点不能理解，反正我也不太 care 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提倡一下各位，是吧？最近我不是又要买东西了啊，我要改装我的自行车。好，开个玩笑哈。所以这个是 iPhone 上面的隐私里面的一个叫做运动与健身的，我们分了2个部分啊。前面是中规中矩的，把我们的瓜子泡茶系列进行当中继续往下进行，然后后一个部分呢，跟上期的蓝牙一样，跟大家扩展一下，重点给大家介绍 iPhone 当中
而且仅有 iPhone 才有的啊，不需要 Apple Watch 的。Apple Watch 有了也没用啊，它没有 Apple Watch 没这功能，只有 iPhone 才有这个功能啊，就是步行稳定性分析这个功能，还是很准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我来到加拿大之后，经历过了一个冬季啊，严寒啊，最低气温达到-40度往下。那目前来讲，我正在经历第2个冬季，已经下过雪了，但是还没有到真正严寒，还没有来。但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由于下雪，因为你就只能你没办法避免要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去走，特别我们家有孩子，你带孩子去滑雪呀干嘛的，你想想看，那个走路它能稳吗？所以在去年冬天的那段时间，我的 iPhone 就不止一次的给我发过步行稳定性下降的这个主动的通知。但是我那个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它的波动非常的明显，一下雪出去就马上不稳定了，要注意了啊，然后雪化了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呢还是真的挺准的啊，就是我个人的体验也分享给各位。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健康是第一要务。你如果自己已经步入老年，或者是家里有像你说我跟我是同龄人对吧，大概率上家里有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推荐给他们。那我自己就是在去接受父母的健康数据的分享。那每次我父母有一些这种 iPhone 支持的就是身体健康数据的变化，就是这个趋势发生变化了以后，我也都会收到通知。那这样的话，其实特别是对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父母跟子女分居两地啊，这在地球的两端而且特别是我父母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也从来不联系，也不联系我就从来不主动跟我联系的。那就是但凡偶尔会看到他们这个健身数据的一些变化吧，最起码还能让我欣慰一下吧，最起码我会知道啊，你们还能正常的运动好吧，跟大家随便瞎扯几句，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